在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下，一个出身贵族的王子为何选择舍弃荣华，抛妻弃子？当世人嘲笑他是疯子、叛徒时，他却用一场惊心动魄的思想革命，撕碎了命运的谎言。佛陀出生于公元前566年，他29岁出家。当然，出家时没有乘白马飞越城墙，仅仅是悄然离去。当时他已经有了妻儿。他出家时，儿子罗侯罗应该才2、3岁。以现在家庭为重的价值观来看，悉达多是妥妥的渣男。但在古印度，还有从追求真理的 INTP 来看，这是完全合理的，而且是自然而然的。他不是逃避责任，而是直面真相；他不是抛弃家庭，而是寻找真理。35岁的时候，他在尼连禅河畔，也就是现在的菩提迦耶悟道。悟道并不是什么赌明星悟道，而是通过禅定证得3明6通，领悟了4圣谛、12因缘和8正道。3明6通对于当今普遍接受唯物论的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，感觉像是神话。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确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，但这个世界并不是完全按照唯物论运行。像天眼通、他心通等等现象的确存在。科学是在不断探索和证伪的过程，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。如果自认为我肯定是正确的，这个世界就是按照我认为的方式在运行，这恰恰是迷之自信。这一期我们将穿越时空，见证佛陀如何以智慧破除迷信，用慈悲点燃心灯。这不是神话，而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思想冒险。在优楼频罗尼莲河畔的菩提树下，我专注地观察缘起之法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我盘腿端坐，连续7日沉浸于解脱之乐中。我心里想，如果一个人没有尊敬、效仿的榜样，他会活得漫无目的。我之后该尊敬谁，跟随谁来修行呢？为了进一步提升和圆满我的戒定慧和解脱，我该跟随哪位比我更强的沙门或婆罗门呢？可我以天眼环视世间，所有天、魔、沙门和婆罗门，没有一个比我的戒定慧和解脱更圆满的。不过，我想，我还有我证悟的法，我应该尊重法、亲近法而生活。我跟自己说，对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圣贤都只尊重法、亲近法而生活，我也应该这样。之后，佛陀从菩提树下的禅定中起来，走到阿都波罗榕树旁，在那儿盘腿坐下，继续静静享受7天解脱禅定的快乐。这时，一个傲慢的婆罗门看到了佛陀，他上前跟佛陀问候，寒暄了几句，然后他问：乔达摩，怎样才算婆罗门？具足了什么条件才算是婆罗门呢？大约3500年前，随着雅利安人从中亚迁入印度次大陆，带来了吠陀文化，慢慢形成了基于职业和等级的分工。当时有4个社会阶层。第一种是婆罗门，负责祭司和宗教仪式。第二种是刹帝利，也就是武士和统治者，负责保护与治理。第三种是吠舍，包括农民、牧民、商人，负责生产与贸易。第四种是首陀罗，底层的劳工。这开始只是职业的划分，根据能力，而非血统，但之后慢慢变成了世袭。在之后又形成了更加低贱的达利特，也叫贱民，负责掏下水道、清扫厕所等等。这就是印度著名的种姓制度。不同种姓的人成了不同的物种，就像在种族歧视的国家里，黑人、白人和混血儿是完全不一样的物种。在我们看来，这不公平而且荒谬，但这种不公平和荒谬已经流淌在他们的文化和血液里，连底层的人都觉得很正常。这就是文化的力量。其中地位最高的是婆罗门，他们有祭祀权，但没有实权。刹帝利掌握实权，但要尊重婆罗门。在印度的传统观念里，婆罗门不仅仅是祭司，还代表着他生来就有智慧、有美德、知识渊博、长相帅气、出身清白。但到了世尊的那个年代，这套制度出现了一些松动。
当时的霸主国摩揭陀国和焦萨罗国已经是君主集权国家了，国王在决定刑罚的时候，不再根据种姓决定，而是根据犯罪行为和结果来裁定。而且当时的工商业发达，有些种姓高贵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却沦为吠舍和首陀罗的仆人，这些都给种姓制度带来一定的冲击。但这位婆罗门还是认为自己的种姓已经决定了，自己集美貌和品德于一身。我认为，真正的婆罗门是智慧和美德的成就，而不是种姓决定的。我以寄颂回答他：恶念尽除心自清，无骄无着守戒行，智慧通达真梵行，真婆罗门世间稀。但这位婆罗门并没有接受，也没有听懂，他摇摇头就离开了。这让我想到，我所证悟的法甚深难懂，寂静微妙，超越逻辑，只有智者能体会。可如今世人追逐欲望，贪恋享受，哪能明白缘起和因果？更别提一切寂静灭尽贪欲的涅槃境界了。如果我去讲法，他们又无法理解，没有点赞、转发、关注，这岂不是徒增烦恼？于是我自吟自唱：艰难所得难言说，贪嗔迷障法难绝。逆流微妙深且细，痴暗遮云不见天。我越想越觉得不如啥也不干，还落个轻松自在。但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声音，我不能放弃。这个世界充满着无常和痛苦，如果我不讲法，众生就更没希望了。这个世界还有少数人烦恼比较少，还能听懂我的法。对，说的就是你们，还能看到现在。如果你们没有听到我证悟的法，错过了此生，实在太可惜了。我又自吟自唱：旧法染尘摩羯陀，我开不死解脱门。登高怜悯众生苦，传法济世智者心。我心生怜悯，用天眼观察世间，看到众生烦恼有轻有重，人有聪明的，有迟钝的，行为有好的坏的，有的怕轮回之苦，有的无所谓，就像莲花池里有各种颜色的莲花，有的还在水下，有的正长在水面上，有的已经高高长出水面，出淤泥而不染。于是我决定向世人讲法。当时有2位商人多富沙和婆离迦从玉迦罗村路过，来到这里。我修行的事迹在附近的村庄流传着，有不少人认为我就是开悟的圣者。他们听说了，就带了米粉和蜜丸来供养我，说：乔达摩，请接受我们的贡品，愿我们长久安乐。我之前就采用耆那教的托钵乞食的方式为生，我觉得这种方式挺好的，于是我用钵接受他们的米粉和蜜丸，吃完后洗净双手和钵。多富沙和婆离迦见我用完贡品，恭敬行礼，说：我们愿皈依您和您的教法，从今天起做您的在家弟子，直到生命终结。他们就这样成了世上最早的优婆塞，只皈依我和法，因为当时僧团还未建立。我心想，我怎样帮众生摆脱烦恼，消除痛苦，找到正路，正得解脱呢？对了，有一成道，即四念处。所谓一成道，不是说这是唯一的道，我从来没有傲慢的宣说，只有我的方法才是唯一解脱的方法，而是说这是一条没有岔路的大道，将直接通往涅槃。什么是四念处呢？比丘用心观察身体，保持热心、正知、专注，放下贪欲和忧虑，观察感受，观察心念，观察诸法，也是这样，热心、正知、专注，放下贪欲和忧虑，这就是清净的路，灭苦的道，通向解脱的法。我心里很清楚，这条路是对的。过去的圣者靠它渡过痛苦的洪流，现在和未来的人也能靠它离苦得乐。我愿用这条正道，帮助大家熄灭痛苦，走向解脱。我又继续思考，我应该先教谁呢？谁能很快地理解我证悟的法呢？我想到阿罗罗，他聪明，烦恼少。这时有天神来告诉我，他已经去世了7天。我又想到罗摩子，他也很聪明，可天神说他昨晚刚死。唉，他们错过了真理，
实在太可惜。那我应该给谁讲法呢？我在苦行时，那5位比丘对我帮助很大，他们勤奋地照顾我，那我就先为他们讲法吧。我用天眼观察，看到他们在波罗奈鹿野苑，于是我就起身从优楼频罗出发，前往鹿野苑。在路上，一位名叫优波家的宿命论教徒看见我，问道：“朋友，您气质高雅，面色红润清净，您跟谁出家的？谁是您的老师？您修的是什么法？”我以寄颂回答他：“我通晓一切真理，心不染任何迷执，断尽可爱得解脱，至正正法无虚施。世间无我之导师，无人人于我比肩。我为正觉清凉者，欲传正法济世人。”如果真像您自称这样，那您是无上的圣者喽。肉尽者即是圣者，恶法断尽，心清净。我已灭除诸烦恼，故我名为真圣者。他摇摇头，说：“或许吧。”就另外走其他路离开了。我到了波罗奈鹿野苑，来到5位比丘的住处。他们远远看到我，互相商量说：“乔达摩喜欢奢靡的生活，放弃苦行，我们别理他。”对，我们别理他。可等我走近了，他们还是忍不住迎接，有的拿衣钵，有的为我设座，有的端洗脚水，但还称呼我为朋友。我说：“别叫我朋友，我是如来、阿罗汉、正等觉者。听我说，我已证得涅槃之法，现在要教你们，如果按照我的方法操作，你们很快能自证自知，就能证得解脱。这是我们出家修行的最高目标。”乔达摩，以前您多年的苦行都没办法证得最高的境界，现在过着奢靡的生活也不精进，怎么可能突然就证得最高的境界呢？我没过着奢靡的生活，也没有不精进，我是如来。听我说，照我教的做，就能证得解脱。他们却再三怀疑。我问他们：“你们这么多年，见过我以前有过这样的光彩吗？”确实没有，尊者。我是如来，听我说，照我教的做，就能证得解脱。最后，我说服了他们。当我教2位比丘时，另外3位去托钵乞食，那3位带回来什么，我们6人就吃什么。当我教3位比丘时，另外2位比丘去乞食，那2位带回来什么，我们6人就吃什么。我跟他们说：“朋友们，出家要避免走入2个极端。一个极端是沉迷享乐，这粗俗没出息，是世俗之人干的事，没有智慧，也没意义。另外一个是自找苦吃，折磨自己，这也没意义。我避开这2个极端，走上了正确的道路。这条正确的道路能带来正见和正知，通向觉悟和涅槃。这条正道是什么？就是8正道：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和正定。正见指正确理解4圣谛和12因缘。正思维指如理作意，正确的思维或意图。正语指正确的言语，避免说谎、诽谤、恶语和闲谈。正业指正确的行为，避免杀生、偷盗和不正当的性行为。正命指正确的生活方式，避免从事不道德的职业，如贩卖武器、毒品等。正精进指正确的努力、积极的修行，避免懒惰和懈怠。正念指正确的意念和觉知，保持对当下的觉知，包括身体、感受、心理和各种法的觉知。正定指正确的禅定，通过冥想和专注，达到内心的平静和集中。人生有4圣谛：第一，苦圣谛。人生充满无常、败坏和痛苦，生老病死是苦，碰到讨厌的人是苦，跟所爱的人分开是苦，想得到却得不到是苦。简单说，身心的一切都是苦。第二，极圣谛。这是无常、败坏和痛苦的根源。可爱让人不停轮回。有3种可爱：第一种是欲爱，贪恋感官享受；第2种有爱，希望永远活着，希望后世继续转生到哪里，如何如何；
第三种无有爱，觉得活着没意思，盼着一切都结束，希望完全消灭，甚至主动结束生命。第三，灭圣地，彻底断除贪欲，放下执着，完全解脱。第四，到圣地，这是通往灭苦的路，就是八正道。我彻底弄懂了四圣地，才敢说自己觉悟了。对于苦圣地，我发现了它，知道必须彻底看透它，也确实看透了。对于极圣地，我发现了它，知道必须彻底断除它，也确实断除了。对于灭圣地，我发现了它，知道必须彻底证得它，也确实证得了。对于道圣地，我发现了它，知道必须好好实践它，也确实实践成功了。我反复思考和实证四圣地，从认识到亲证到完成，每个都证得了，智慧终于打开了。没弄懂之前，我不自称觉悟者，全明白之后，我才说自己是真正的觉悟者。我才自证自知，我生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所作皆办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五位比丘听完很高兴，其中焦陈如比丘第一个明白了，他当时就证得了法眼清净。他说：凡是有因缘升起的东西，终究会无常败坏。我非常赞赏他，我说：焦陈如，你真的明白了。从此他被大家称为真明白了的焦陈如。焦陈如不再疑惑，信心坚定，靠自己的领悟跟随我的教法，不再依赖别人。他说：我想在你面前出家，接受完整的戒律。来吧，比丘，我的教法能灭尽痛苦，让你过上清净的生活。于是焦陈如正式出家。接下来的好几天，我接着轮流教其他4个比丘。实力迦瑟和拔提之后几天也开悟了，他们也正式出家了。最后开悟的是马胜和摩诃南居利，5位比丘都证得了出果。之后我继续跟5比丘说，这个身体不是我，如果身体是我，我就能随心所欲，想让它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它就不应该会生病衰老。可它不是我，所以会生病衰老，你控制不了。各种感受、想法、思考、意识也一样，都不是我。如果他们是我，就不会带来痛苦，你能随便挑好的留，坏的扔。可他们不是我，所以人们会痛苦，你没法控制。你们说，这个身体是永恒的，还是无常的？是无常的。无常的东西是苦还是乐？是苦的。会改变、会变苦、会败坏的东西，能说是我的、是我，或者是永恒的吗？不能。那感受、想法、行为、意识是永恒的还是无常的？是无常的。无常的东西是苦还是乐？是苦的。会改变、会变苦、会败坏的东西，能说是我的、是我，或者是永恒的吗？不能。所以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身体、感受、想法、行为、意识，不管是内在的、外在的、粗糙的、精细的、好的、坏的、远的、近的，都要用智慧看清楚。这些不是我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永恒的。明白这点的人会厌倦这些东西，不再贪恋它们。不贪恋了，就解脱了。解脱后，他们自己就会知道，我生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所作皆办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五比丘听完很高兴，完全理解了我所讲解的内容，彻底断掉贪心和执着，证得了心解脱，成阿罗汉。当时世间就有了6个阿罗汉了。鹿野苑的第一次讲法点燃了最初的圣火，5位比丘从疑惑到觉悟，从苦行到正道，他们成为佛陀座下最早的阿罗汉。然而佛陀知道这只是开始，个人的觉醒固然重要，但若无人传承法的光明，黑暗仍将继续笼罩众生。佛陀的证悟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，也为无数众生带来了希望和解脱。他拒绝被种姓定义，拒绝被欲望奴役，甚至拒绝被觉悟者的身份束缚。他的教诲跨越了1000年，
依然在今天指引着我们走向内心的平静和智慧。今天的我们是否仍在追逐虚幻的安全感？是否仍在用命运、阶级为自己设限呢？佛陀留下的4圣谛、8正道，不是教条，而是钥匙，一把打开内心牢笼的钥匙。真正的觉醒从未停止。于是，佛陀再次启程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。他的脚步将遇见形形色色的众生，有渴望智慧的国王，有执着财富的商人，也有迷失在欲望中的普通人。想知道真实的佛陀，请听下回分解。